说我长得帅也好，不好看也好，性张力也好，我也不能站出来说你别那么说我了，你别叫我张力了。我就希望大家还是把蒋奇明当一个演员来看就行了。我的工作就是演戏，我该打扮的操我就打扮的操，我得有造型的时候我就得稍微摆一点花子。我借王安钱找我这样钱，打工是不是是绝对不打工的？那啥不行，住家也行。每次接到一个不一样的口音的角色的时候，我会很兴奋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抓手，创作角色的切口。身上背个火箭，我从塔尖跳下来，往松花江的方向飞。你在江心画个5米的圈，我落进去，10万能给吗？李明启他是东北人，我是一南方人，我就特别想尝试黑土地上的人物是什么感觉。他都是内核非常有劲儿的。梦想有时候它需要一些时间跟精力，我觉得还得有理想的东西在，才能让你生活有一些火苗。谢谢我的爸妈，我要感谢他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制止我选择这个行业。我爸爸是广西彩调，我妈是乐队拉高胡的。每年过年其实会下乡演出，基本上不能过年。他们的经济收入其实不高。我说我想学表演，他说你学什么表演？对于一个长辈来说，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职业。已经高2到高3，我说我试试。我爸就找了一个他的同学来家里边，就给我出了一道题目，反正看了一下，就是乐乐呵呵笑了一下，然后他就同意我去考学了。当时就想，毕了业之后，我实在是不行的话，我就跟我爸学彩调。我回家，然后在当地话剧团演了一个音乐剧，又再回了北京1年多。一直换地方租，一直以为可以就在短时间内接到戏，但其实也接不到。那会儿正好没有什么工作，发微博求职是说，我说演员这个职业除了演戏呢，你其实什么都不会了。所以我就发了一个简历，讲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阶段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当下可能有时候我真顾及不了那么多，我得稍微去挣点钱，能收支平衡。平时开销也不会特别的夸张，就吃喝拉撒的。可能是你过了好几年之后，你回头看，哎，我那时候怎么懵懵登登的？其实我当下根本就没有这个感受。在我那个岁数，很难理清我自己的哪一步是对的，哪一步是错的。我永远是后反劲儿的，我永远是在当下，我觉得没啥，我只知道我兜里还剩多少，还能花多少，其他的就还好。欢迎我们的领衔主演蒋奇明。蒋奇明也是确实久闻大名，特别的扎实。蒋奇明，你干得好，来下一个。被大家认识到，当然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。名气就是机会嘛，有更多的剧本，你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各种各样的人物。这个阶段，我的焦虑是来自于慢慢的变好一些。我现在就是尽量的不看吧，跳出来自己的时候就点不感兴趣，不感兴趣讲情感。我知道真心喜欢我的会有很多朋友啊。我妈妈退休了，她没事看到有网友对她儿子好的评价，她就说：“哎，你看儿子也有人夸你了。”当然也会高兴，但是不能一直掉在那个漩涡里边，就虚无了，一天都过去了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要说普通话，你就能听懂吗？我对抗焦虑的方式，那就是跟自己较劲，跟谁较劲都不好使，就跟自己较劲是有用的。我演一个聋哑人，演一个爹妈仔演得好，我不能这一辈子只演这2种人物。好的表演者得敢于尝试，得敢犯错。我最近看《伦敦生活》《驯鹿宝贝》这2个戏给我震着了，他们是真的是在作为一个创作者告诉观众他想表达什么。从开始拍影视，我的唯一坚持的爱好就是我每天我得出汗。不工作的话，我就最想去海边晒太阳放空，就是觉得哇，好像就这么浪费我的一辈子也挺好。就比方说冲了一个好浪，我觉得海里滋哇乱叫的。我希望人能活得疯一点，活得
乱七八糟一点。我该焦虑的时候焦虑，但是我的焦虑不会侵蚀掉我，因为我的生命力足够强。